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知定講堂的啟蒙論壇，我是郝廣才。阿葉，你要自由嗎？誰不要？當然要。那你想負責任嗎？誰會想？我不想。自由伴隨着責任，有自由就有責任。如果你是自由的貓，就要自己抓老鼠。那你比較想要自由，還是比較不想負責任？我想過好日子，但是不想負責任。如果你可以把一部分的自由交給國家，國家來幫你負責，國家讓你過好日子，你不用負責？太好了，我需要交出什麼自由呢？經濟，把經濟自由交給國家，交通、水電、銀行這些都交給國家來辦。其實你沒有損失的，這些自由本來都是富人、有錢人的，國家只是拿走有錢人的自由。事情真的有這麼好嗎？1944年5月23日，有一本全能政府的書在美國出版，作者是米塞斯，他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大師，海耶克就是他最有名的學生。他師徒二人為了躲避納粹，離開維也納，他來到紐約，海耶克去了倫敦。在戰火最激烈的同一年，海耶克寫了《通往奴役之路》這本書，他寫了《全能政府》。這本書的副標題是極權國家和總體戰，他要找出一個根本原因，為什麼人類會一再自我毀滅？我問你，為什麼是德國發動了2次大戰？因為出現狂人希特勒。這是最表面的答案。德國有歌德、康德、尼采、格林兄弟、巴哈、貝多芬，數不盡的哲學、法學、藝術的國度，怎麼會希特勒小鬍子一舉手，舉國都發瘋呢？是納粹運用全新的傳播手法洗腦了德國人。各國自命不凡的怪胎都是學納粹，有的成神，有的成了神經病。除了技術問題、個人問題，有沒有更結構的原因呢？我這樣問你啦，以前的戰爭是帝王爭地奪利，誰贏誰輸，人民只是換人管，生活的形態基本沒有改變。像康德住的城市換過3次國王，格林兄弟住的漢諾威本來是屬於英國國王的，歌德、貝多芬他們是歡迎拿破崙的哦。拿破崙稱帝以後，他們2個才不高興。所以戰爭的規模會很有限，為什麼呢？國王和國王都是統治者，比武分個勝負就夠，贏是大帝，輸是小王，不會打總體戰，資源打光用盡，太不划算。所以1次大戰，各國都以為戰爭很快就結束了。德皇、英王、沙皇都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孫子，他們是表兄弟啊。沒有人發現戰爭的本質變了。是因為民族主義壓倒一切理性嗎？拿蛋糕來比喻，狂人領袖就是櫻桃啦、草莓啦，顯眼，但只是裝飾。民族主義是外層的奶油，蛋糕真正的主體是什麼？是經濟的體制。現代戰爭的根源是經濟體制的衝突嗎？19世紀後半，歐洲興起了國家至上主義，它很像一種新宗教，全能的國家取代了枯竭的舊上帝。國家被期待能消除災難，保障國民幸福。誰利用了這個思想，變成信仰，得到力量？是不是鐵血宰相俾斯麥？對，他因此帶領普魯士統一了全德國。鐵就是軍隊，軍隊成為國家的權力核心。軍方不懂什麼叫看不見的手，
他們把手伸進所有的領域，但萬能政府一定會失能。軍人的習慣是小孩不乖，揍他就乖，所以物價上漲管制，生產不足強制，競爭不過限制，有人不買壓制。他利用關稅、配額、補貼，不知不覺製造了所有市場的障礙。商品不能跨越國界，軍隊就會跨越國界。保護主義導致國際衝突。英國和德國都是信新教哦，思想、文化、工業化是一樣發達，但是一個堅守自由貿易，一個走向全面管制。軍備競賽就變成世界大戰，戰爭不再是打敗敵國的軍隊就算勝利，從局部戰演變成總體戰，打到國窮財盡才會結束。第一次大戰，德國的潰敗其實是全能國家的潰敗。但戰勝國沒有看清自由貿易才是和平的保障，政府干預是戰爭的導火線。所以納粹起風的時候呢，知識分子還以為是資本主義的產物，說它是極右派。納粹跟共產黨其實是雙胞胎，它是德國特色的社會主義，它保留了私有財產的名義，實際控制了一切。希特勒保證恢復軍人的特權，他得到了傳統軍人的支持，但是他奪取政權以後，用納粹黨衛軍來取代傳統軍人，等到軍人醒來的時候，已經來不及了。納粹是反市場經濟，所以經濟全部受政府指揮，老闆在自己的工廠被降級為生產負責人，服從政府的命令去生產什麼，用什麼價錢賣，付多少工資給工人。老闆是沒有主權的，全部聽政府的命令。所以到了二次大戰就變成全民生產力的對決，政府掌控了所有資源，必然利用所有資源來摧毀另一個國家。日本軍國主義就是日本特色的社會主義，這就是全能政府的日本版嗎？對，除非人類放棄對強大政府的幻覺，否則文明將不斷陷入崩潰和重建的循環。米塞斯的洞見就是和平不依賴條約或外交，而是依賴什麼？自由貿易。自由經濟的國家，它就沒有發動侵略戰爭的動機。歷史的事實呢？二戰以後，當德國、日本變成自由經濟，他還會主動去打別國嗎？歐盟是以經濟商業為主軸，歐盟裡面的各國會互打嗎？英國退出歐盟有沒有引發戰爭呢？是不是比政治的聯合國有用？那 WTO 為什麼也像聯合國一樣無力？因為它容許了非自由經濟的國家加入。WTO 的規則在他們眼中，這些規則只能限制自由國家，他們不守規則的。有人不守規則，那規則就沒用了。如果中國、俄國都走自由經濟的路，他們現在要跟誰戰爭呢？1992年，柴契爾夫人訪問台灣的時候，說了一句話，她說：“請切記，是美國公司、英國公司和台灣公司做生意，不是美國、英國和台灣做生意。”我感覺台灣人沒幾個聽明白，很多人懷念蔣經國10大建設的口號，不同政府一用再用，為什麼？腦子相信全能政府不愛惜自由，只愛不負責任。對，他們不知道全能政府的幻想，不只會通往奴役之路，更是呢走上墜落的懸崖。我們真的要害怕的是，敵人沒有打過來，我們自己走向了奴役之路。哇，想起來很可怕。
越想越可怕。